一名物理老师，被逼成乌克兰最强狙击手。此事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顿巴斯地区为背景，改编自2014年的真实事件。男人叫阿万，他跟妻子隐居深山，过着田园般仙境的生活。2014年2月17日凌晨，数十名俄武装人员突然入侵顿巴斯，他们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更是把战火蔓延到阿万老师的家中。他们在房屋内搜寻很久，发现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临走时索性将房子烧毁。妻子见状想上前理论两句，但是没想到迎来的却是几发子弹。阿万被吓得束手无策，只能抱着妻子放声大哭。两人上一秒还开开心心畅想着接下来的美好生活，下一秒就阴阳两隔。阿万不仅失去了心爱的妻子，同时也失去了他唯一的家。直到第二天，乌克兰民兵从旁经过，他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士兵为了能让阿万振作起来，直接把他带回了军营，并明确告诉他，想复仇就要拿起枪赶走这帮入侵者。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，唯有武器才能报杀妻之仇。于是从这天开始，阿万改名为白乌鸦，并主动参加军营所有高强度训练。刚开始他还是非常笨拙，连阿卡47都不懂得拆卸，而旁边队友拆卸组装仪器合成，还有普通的俯卧撑，体虚的阿万也无法完成。但是他没有放弃，就算技不如人，他还是会选择当教练的打手。枪械拆卸组装不行，那就每天练习上百上千次，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坚持训练。在这短短的1个月时间里，阿万从一个弱不禁风的教书先生变成了嗜血的恶魔。组装一把阿卡步枪，别的士兵需要2分半，而他16秒就能完成。这般出色的天赋很快就被中校发现，得知他的悲惨故事后，更加欣赏他的毅力与才能，于是将他分配到狙击队伍里。来到这里的阿万像是开了外挂一般，射击精准，算法精准，对狙击所有项目都能做到精准测算，简直是10年难遇的好苗子。也许这就是身为物理老师的优势。很快，阿万以第1名的成绩顺利毕业，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狙击手。而他也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任务，拿下被武装分子占领的一处小桥。根据现场环境侦查，阿万跟随中校埋伏在不远处的山坡上，而队友穿入玉米地，悄悄接近对方据点。正当他们瞄准所有敌人时，突然一辆不明轿车急速驶来，中校立即下令停止进攻，静观其变。等武装分子截停轿车后，让其下车接受检查。虽然男人拿出良民证件，但还是遭到对方强制搜身。此时一名敌人从轿车里爬出，手持马卡洛夫手枪劫持女人，这让阿万想到当年自己妻子被欺的场景。于是在队友的帮助下，他直接狙杀所有目标。第一次任务显得格外轻松，但是更艰难的还在后面。男人借助沙地凹陷匍匐前进，却不知已落入敌人陷阱。敌人小心翼翼移动手臂，然后根据提前画好的地形图，确认攻击距离2700米。为记录自己的战绩，他又按下录像按钮，再次确认目标后，缓缓扣下扳机。作为狙击手有一个基本原则，无论遇到任何状况必须保持隐形，一旦移动，表示你可能已经死了。阿万望着死去的队友伤心不已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将敌人的王牌狙击手铲除。这时上级突然发布新任务，据可靠消息，会有一支队伍通过小树林秘密潜入。阿万和教官被派往前往阻击，他们提前来到队伍的必经之地，分别在路边树根旁安放数枚 M18扩建地雷，把线路紧贴在树皮缝隙中，然后将引爆装置藏于树皮里，再用树叶进行遮挡。选择黄色是为了狙击手方便识别位置。等布置好以后，拍一下队友肩膀，提醒他交替掩护撤退，待安全返回，报告中校炸弹已经布置完毕。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。果然一支装备精良的队伍出现，看他们漫不经心的模样，很明显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入陷阱。阿万手持德拉贡诺夫 SVD 狙击步枪，使用 PSO 光学瞄准镜瞄准树上的眼线。顷刻间，这批队伍全军覆没。第二天，武装分子在装甲车上放置了大量的树枝作为伪装，准备前往政府军防守点发动突袭。就在这时，敌方指挥官收到消息，附近有一个代号白乌鸦的狙击手，多名士兵已经惨死他手。为此，敌方决定深入诱敌，铲除掉这个白乌鸦。而这个白乌鸦正是阿万。在不久后的伏击中，阿万和中校发现前方11点钟方向有一辆隐藏的敌方装甲车，中校安排他静观其变，等待时机。此时阿万发现两人点烟动作似曾相识，等仔细观察后发现，这两人正是之前杀害自己妻子的凶手。阿万的怒火瞬间涌上心头，他立即打开 SVD 保险开关，不顾劝阻的拉动枪栓。中校再三命令不要开枪暴露，可是杀妻之仇不共戴天，一声枪响，敌人倒下。同一时间，敌方狙击手听到枪声后判断大致方位，为了吸引火力再度试探，阿万又开一枪，但是并未击中。接着敌方狙击手确定阿万在10点钟方向，同时队友也发现敌方位置。就在阿万调转枪口时，身旁的中校突然被击杀。阿万看着牺牲的中校很自责，他不敢相信敌人枪法如此精湛。此时敌人也知道阿万一定会躲起来，不敢露头，他立马请求总部对这片区域火力覆盖。而此时的阿万被起教官缓慢爬行，庆幸后方有一深坑，他才得以存活。等阿万活着回到军营后，看着中校已故的尸体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让对方血债血偿。男人在这里足足趴了9天，
饥饿的他拿起石头塞进嘴里。男人阿万本是个与世无争的物理老师，却被逼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狙击手，因为他要为妻子报仇。这是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真实发生的事件。就在几个小时前，阿万接到任务，让他独自一人击杀埋伏在周围的2名狙击手。而这2名狙击手，一个隐藏在垃圾堆里，另一个隐藏在身后的仓库里。敌人正架着巴雷特 N8201狙击步枪，他们都在观察着同一个方向。而阿万潜伏在灌木棚当中，他经过对仓库以及周围的观察，立马发现垃圾堆里的敌人。敌人因忍不住恶臭开始蠕动，这一动让他直接送命。紧接着，阿万再次拉动枪栓，继续寻找着下一个目标。这时，厂房内的敌人发现他的位置，随着敌人开枪射击，阿万左臂中弹，但他忍受剧痛，快速调整状态，利用1.5秒间隙将敌人干倒。任务结束，他忍者疼痛拿出医疗包给自己紧急包扎，这也是他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。可是还没等他返回营地休息，指挥官便召开了紧急会议，不仅掌握了敌人的位置，还发现他们的王牌狙击手就在其中。上级决定这次要一网打尽。第二天清晨，阿万身穿吉利服，与环境融为一体。另一边，小队的指挥官来打辅助。与此同时，叛军的3名狙击手已经藏在场内。1号王牌狙击手的巴雷特布置在房间里的高架上，2号狙击手在楼梯通道掩护狙击，3号狙击手在阳台隐藏就位。紧接着，数十名政府军狙击手也在外面架起武器。只见他们趴在地上一字排开，严密防守场内的反对派武装。此时，阿万手持消音版斯捷奇金手枪，偷偷溜进去仓库，因为这是一场秘密暗杀。当发现偷懒的巡逻兵时，阿万并没有心软，直接一枪撂倒。然而枪声引起狙击手的注意，队长见状直接发起击毙命令，所有士兵同一时间在默契配合下全部击杀。而仓库里的士兵害怕到疯狂扫射敌人，楼顶的狙击手被队长一枪毙命。现在只剩下王牌狙击手和指挥官。阿万偷偷摸到王牌狙击手上方，对方却没有一丝察觉。阿万直接用匕首刺穿他的脖子，手里的巴雷特直接被阿万征用。此时敌人增援部队还不知情，正朝仓库驶来。只见阿万架起巴雷特 M821反器材狙击步枪，瞄准敌方队长，打出一发12.7×99毫米子弹。紧接着反对派武装下车，纷纷手持 X74突击步枪以及 X74U 短突击步枪绝地反击。外围的政府军狙击手手持 M24和 OS5000狙击步枪，疯狂收割着剩余的反对派武装。最终他们以0伤亡的战绩消灭所有敌人。战斗结束。